乱葬岗上的走尸，不论是大是小是强是弱，在此刻都跪倒在地，向着浮动的方向跪拜，那是他们的王。伏魔洞里传出的声音，让人听得心都快碎了。魏无羡绝望地放声大哭：“蓝湛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听你的话，我不跟他们打了，我不修鬼道了，我跟你回姑苏，我跟你回姑苏，你醒醒啊，求求你醒过来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蓝湛，我好怕，蓝湛我怕，你醒一醒啊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蓝湛，不要留我一个人，我怕，蓝湛，蓝湛，啊呀呀呀啊呀！”一声凄厉的叫喊盘旋在乱葬岗上，他在叫蓝湛，他在叫他的蓝湛，可是不会有人再给他答复了，不会再有人叫他一声魏婴了。绝望至极的魏无羡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喃喃道：“有办法，有办法的。缚灵咒可以，缚灵咒可以将魂魄封在体内，这样的话就有时间救他了。通灵咒在哪儿？缚灵咒在哪儿？”说着，便将蓝忘机轻轻放在地上，眼神空洞地站起来，急匆匆地在偌大的符库里翻找起来。我记得是放在这里的，在哪儿？到底在哪儿？魏无羡疯了一般的寻找，也确实，在蓝忘机出事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疯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魏无羡拿着一张符咒，跌跌撞撞地跑到蓝忘机身前，不远的路，他竟险些跌倒2次。魏无羡跌坐在蓝忘机身边，将手里的符咒贴在蓝忘机白皙的额头上。魏无羡双眼充血，紧紧地盯着符咒，不多时，符咒上便燃起了一抹微弱的淡蓝色光芒。那是蓝忘机的魂魄，也是魏无羡此生唯一的希望和救赎。魏无羡看着那抹蓝色的光芒，猛地松了一口气，疲惫感乘机而来。他伏在蓝忘机身上哽咽道：“幸好，幸好还有救。”魏无羡僵硬地直起身，手抚上他的脸，轻言道：“蓝湛，我听你的话，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带你去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等你醒过来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知不知道？”魏无羡顶着一双红肿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：“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，好不好？”魏无羡伸手擦了擦他唇角的血，又道：“那你等着我，我去和四叔他们商量一下，我们就离开，你乖乖的，知道了吗？”说完，他揉了揉红肿而空洞的双眼，俯下身虔诚而郑重地在蓝忘机早已丧失血色的唇瓣上轻轻落下一吻，随即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向洞外走出去。刚走到洞口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就跑了出来，直接抱住魏无羡的腿不松开。魏无羡低头看了看，问道：“阿愿？”温愿奶声奶气的嗓音传到魏无羡耳朵里：“羡哥哥，你总算出来了。”魏无羡蹲下身，尽可能温和地问道：“阿愿，外婆他们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？”小阿愿嘟了嘟嘴，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递给魏无羡，说：“婆婆不让我出去，也不让我进去，说你现在很伤心，让我等你出来，把这张纸给你看，他们都不让我出去找他们。”魏无羡在脏兮兮的衣服上抹了抹血污，接过那张纸，在看见第一行字的时候，瞳孔就猛地缩了一下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，勉强打起精神看完之后，猛然抓住阿愿的肩膀说：“阿愿，你在这里等着我，不许出去，等我回来好不好？”小阿愿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只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让他出去？可是因为太小，就并没有想那么多，他乖乖点了头，想了想又问道：“羡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刚刚哭得好伤心，有钱哥哥他怎么了？”童言无忌，往往志同的一句无心之言，才更容易撕开那道伤疤，痛得刻骨，痛得钻心。魏无羡咬紧嘴唇，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轻言道：“我没事，你有钱哥哥他太累了，睡着了你就在这里待着，不要去打扰他，知道了吧？”温愿懵懵懂懂的点了点头。魏无羡强压下心头撕裂般的疼痛，走出洞口，回想起刚刚那张纸上的内容，心里又是一阵刺痛。他慢慢的走到伏魔洞后的一片空地上，10几个人安然的躺在地上，早已没了生气，他们是自绝而死。魏无羡空洞的眼睛一一扫过那些躺着的人，四叔、婆婆、幽姨，他一一念着他们的名字。不痛了，不痛了，最痛的已经经历过了，现在的他还怕失去什么呢？魏无羡看着他们的尸体，
俯身鞠了一躬，喃喃道：“谢谢你们的信任，把阿院交予我照顾，也谢谢这最后的几个月里有你们在乱葬岗上陪着我。我答应你们，一定会带阿院离开这里，照顾好他。”他失了魂一般的站在那里，愣了好久，随后拿起一旁的铲子，将他们的尸身一一埋葬。等他回到伏魔洞里，温苑小小的身躯已经倚在石壁上睡熟了，手里还攥着一只竹扎的蝴蝶，那是蓝忘机买来送给他的。